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财长耶伦，一连2天在广州与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多轮会谈。这是2人自去年7月以来第3次面对面会谈。双方新闻稿形容会谈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除了在经贸领域稳步推进沟通，中美两军于3号和4号2天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4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这是2年多以来两国代表首次展开相关会谈，旨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国防部表示，中美双方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1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期间，中方指出，舰机安全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国军队将继续依法依规回应一切危险挑衅行动，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美军印太司令部则发表声明称，美中官员在会议上回顾了去年与安全相关的事件，并讨论了维持海上和航空运营安全和专业精神。声明强调，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该地区所有其他军事力量进行公开、直接和清晰的沟通，对于避免事故和沟通错误至关重要。深圳卫视注意到，讨论评估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并改进相关措施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前在2014年，中美完成2个互信机制文本签署，其中就包括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根据1998年中美2国防务部门签署的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建立，是2国间第1个军事领域信任措施协定。该磋商机制主要包括将军级年度会晤和工作小组会议2种基本形式，一般在2国轮流举行。上一次举行工作小组会议是在2021年12月。近2年以来，由于美方刻意挑衅，中美双方海空对峙时有发生。去年5月下旬，美军 RC-135侦察机靠近中国周边空域展开抵近侦察行动，解放军出动歼16果断拦截美侦察机。不久后，美军舰又跑到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美海军中云号驱逐舰伙同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军舰跟监警戒。去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双方同意恢复军事交流，并缓解2国间的紧张关系。而中美两军此次恢复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是落实2国元首重要共识的举措之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认为，这一沟通管道的恢复有利于为2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海军正常的交往提供行动准则，避免双方误解误判，出现海上意外事故。那目前呢，2国关系总体上呢稳定，但是呢也面临了一些挑战，特别是美国这个军方在中国周边的这个海域打着各种旗号，进行所谓的这个穿越这个航行，或者是搞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甚至在南海问题上拉偏架。那这样一些这个问题呢，其实也给这个2国这个正常的这个交往，特别是2国海军在这个中国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如何这个相处的，这个提出了挑战。那所以说2国这个海上军事安全机制的这个恢复，有利于了2国呢向彼此表达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关切。除军事领域外，美国财长耶伦连日来的访华行程也受到高度关注。据中方6号发布的消息通稿，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耶伦于5号至6号在广州举行多轮会谈，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重要共识，就2国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中美经济关系及全球性挑战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外界注意到，这是2人自去年7月以来的第3次面对面会谈。
去年7月初，耶伦在北京同中国新一届经济团队举行首次会晤，在中美之间建立了一个有弹性且富有成效的沟通渠道。去年11月，何立峰同耶伦在旧金山再次会面，为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做好经济成果准备。此次耶伦访华前夕，中美元首再次通电话，评价双边关系出现企稳态势，对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并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表示欢迎。通话结束次日，耶伦就开启访华之旅，被外界视为落实两国领导人最新共识的第一项实质性举措。在结束与何立峰的会谈后，耶伦在声明中称，双方同意就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进行讨论，以部分回应美方对中国制造所谓产能过剩的关切。而根据中方的消息稿，何立峰就美方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重关切，并就产能问题作出充分回应。Well, we've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on the issue of balancing between domestic demand and promoting supply and overcapacity during our 2 days of talks. We spent more than 2 hours on this issue this morning. 据统计，截至2022年，中国汽车年产量达4300万辆，约占北美汽车产量的2/3。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等新兴行业的投资，不断挑动美西方的敏感神经。耶伦在赴华前曾多次就中国所谓产能过剩发出杂音。中国驻美大使谢锋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国产能过剩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全球范围来看，优质产能不是过剩，反而是严重不足。谢锋强调，中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靠的是全球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创新优势和过硬品质，绝不是靠所谓补贴和保护。中国的绿色产能正有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碳目标，加快绿色转型。彭博社日前也发文批驳，美欧抱怨中国产能过剩，可是数据并不完全支持。无论从价格、利用率来看，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多是中国企业效率更高，而不是产能过剩。The U.S. seems very keen to present this as not just a U.S. complaint, but that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how overcapacity in China. 外界注意到，在两国存在共同利益和可能合作的领域，何立峰与耶伦在会谈中仍取得一定共识。耶伦透露，双方已举行技术性交流，模拟联合应对其中一方大型银行倒闭的事件。中美也一致同意在经济和金融工作组项下讨论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合作等议题。You know,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pretty clear not to expect major policy developments coming out of this trip, but they're really trying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They're clearly on firmer ground with China than they were just a couple of years ago, so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ey keep talking. They're staying firm, raising concerns, but also keeping the door open.